多宝道人对李长寿自是十分信任，毕竟是看着李长寿与云霄师妹的直播，毕竟是跟师尊一起泡过澡的人教小师弟嘛，这就是跟他们截教仙过了命的交情。而李长寿这一次也是不图什么好处，纯粹为了帮截教减除一点顽疾，清扫一些业障，为道门安稳计。或许这一次行动只能为截教挽回几分气运，为云霄和赵大爷增加一丝丝生机，但也总比什么都不做的强。趁着那大表姐彩瑶和他道侣未赶来的时机，李长寿与多宝道人交流一阵，了解多宝道人对演戏之事的了解程度，就开始对多宝道人进行全方位的培训。多宝道人当真是没有料到啊，像他堂堂截教首徒，通天大弟子，洪荒寻宝第一人，也能有今天。半个时辰后，多宝道人裹着一身淡黄色长袍，身周带着一点酒气，微胖的脸上也没有了原本的白白嫩嫩，多了几分沧桑之感。他在街边铺了一张毯子，淡定地盘腿坐下，面前摆了10多瓶丹药，脸上带着3分颓丧，袖中一只纸人正不断地传声：多宝师兄，这一次能不能成事儿，全看咱们对一些细节的把握了。还请师兄表情再多一点点狂傲，左右看的时候要用视线的余光，遇到人问候第一句话就是哼。多宝道人嘴角微微抽搐，传声问：长庚，有什么强敌是必须这般伪装算计的？直接打就是了。若咱不是对手，就请师弟师妹过来助阵，大不了就是一声师尊救我，老师自不会坐视不管，何必如此麻烦呢？哎呀，师兄，咱们这一次不是要杀敌，而是要去查证一事。若不能顺藤摸瓜，强拽一下容易把瓜给拽断的。且这一次当作藤的炼气士与我多少是有一点关联，刚从我本体藏身之地过来，若是直接对他出手，我今后也必须搬去天庭躲着了。是为兄顾虑的少了，长庚莫怪，就按你说的来。我方才献给师兄的宝囊，其内有很多特制的流影球，咱们这一次必须将所有情形都记下来。师兄，我觉得咱们要灭掉的不是几人几十人，而是要杜绝这般情形再次发生。不错，长庚说的不错，咱们要解决的是教内弊病，而非是为了杀灭生灵所去的。杀灭几个所谓的高手简单，彻底解决隐患才是大事儿。不过长庚此时可否告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李长寿沉吟几声，继续利用指道人传声。在此之前，师兄还请答应3件事。何事？第一，绝不意气用事；第二，凡事三思而后定；第三，不可打草惊蛇。善。多宝道人颇为郑重地答应一声。李长寿沉吟1、2，将自己此时得到的消息简单地说给了多宝道人听。渐渐的，多宝那张面容阴沉了下来，坐在那儿破口大骂：这些师兄，这些药渣渣当真是气死贫道，炼丹都不会，糟蹋保佑。多宝道人咬牙怒骂，引来了周遭10多道目光之后，倒也没有其他的影响。随后多宝道人对李长寿的纸人传声大骂：这帮贼人误我截教，此次之事有一个贫道杀一个，有2个贫道灭一双。那些为了灵石宝财就将自身卖掉的混账，他们不配做我截教门人。我道那红莲为何直接破碎？原来是被这些渣子拖累，我气死我了。这是真的气着了，贫道自称都忘。师兄莫非全然不知此事？师叔莫非也没有问过？李长寿对此也有些纳闷。多宝道人仔细想了想，又掐指推算，很快就想到了一点什么。此前金灵师妹的弟子于元曾对贫道说过一次，3000世界每隔一段时日总有些门人开坛讲道，似乎有些蹊跷。然后多宝道人面露惭色，低声道：贫道还当这些同门是崇敬师尊，效仿师尊先导讲道，为截教光耀门楣，怎料他们讲道是因为这般缘由，传法传道是不分善恶好坏。都怪我太自信，有所疏漏。
此事不救还不算太晚，这次还请师兄受一些委屈，咱们早早的将这般隐患铲除掉。且此事也不可一概而论，其中定是有外出讲道的仙人，不知其间内情，只是爱不过情面，这般稍作训斥就可。若是知情而犯，或者是为谋私利，从中穿针引线，定要严惩不贷。不错，稍后长庚多多费心。多宝道人目中神光一闪，杀意凛然，整条街巷瞬间阴暗，化作冰窟一般。但是还好，多宝道人迅速收敛威势，坐在那儿继续扮演失忆的倔强炼丹师。多宝道人左右对面的摊位，摊主都朝着小巷深处张望，将旁人的注意也朝着小巷深处带去，给多宝道人打了个掩护。这是稳妥起见，李长寿此前就布置了3只指道人，本是为了渲染气氛用。另一边，那3000世界某仙道势力的少主与灵娥的表姐彩瑶已经是离了渡仙门，乘着车辇，带着护卫，匆匆往这一处防阵赶来。李长寿并未反复叮嘱多宝道人，毕竟这是截教大师兄，也有着丰富的洪荒阅历，自己不必太过担心。该给3教大师兄的尊重还是要给的。正此时，李长寿的心底突然就泛起了少许疑惑。西方教的大师兄是何人？这个倒是真的没听过啊。又2个时辰后，一男一女踏入这一处隐藏的街巷，他们略显华贵的衣袍，身上散发的有灵识人气息，让此地摆摊的练习室打起了几分精神。街巷之中又立刻多了几声有气无力的吆喝声。迷魂散，迷魂散，加料不加价的迷魂散来，可迷倒真仙，糊涂天仙。暴雪猎木珠，可杀真仙的法器，1斗蛋3个。灵兽贱卖，幼崽贱卖。然而这一对男女只是左右扫视，朝前走，让前后的吆喝声很快就淡了下去，显然是有备而来，不好忽悠。夫君，彩瑶突然道：可是前面那位？男仙抬头看去，果然见到了多宝道人的身影，仔细打量，与灵娥师兄所说的一般无二，2个字，富态。当下男仙迈步向前，空手做了一个道揖，在袖中拿出了一只玉符，一副正要赶人架势的微胖道人眉头一皱，嘀咕道：你跟玉符之主什么关系？这男仙微微一笑，淡定地道了一句：既是连金，也是一见如故的好友。通过指道人听到了这般话语的李长寿，嘴角都轻轻抽搐了几下。确实也算是连金，不过是表的内容。这男仙上钩的过程十分的平滑，毫无挣扎，就被多宝道人耍得团团转。李长寿之前的担心也被证明是一盘子装2条鱼，多余。看着李长寿给男仙的玉牌，他先问明白了这男仙的来路，又欲擒故纵，推辞一二，表示自己闲散惯了，不想去当什么首席的炼丹师。男仙再三相请，做足了礼贤下士的架势，多宝道人才似乎有些动摇，但还是拒绝了。一直到那戴着面纱的彩瑶道一声：夫君，你不如将这位前辈的丹药都买下。男仙依言而行，被多宝道人狠狠地坑了一笔。多宝道人拿了灵石，这才勉为其难地点头答应下来，将一个有些市侩的炼丹师演绎的是淋漓尽致。多宝道人甚至还给自己加戏，虚构了一个女儿出来，填补了李长寿原本剧本上的漏洞。飞出5步洲的一座云舟楼船上，数十名护卫在各处巡逻，船舱内歌舞不断。酒过3巡，菜过5味，多宝道人感慨几声，言说自己此前其实已经得了李长寿传信，答应他们一同去3000世界中发展。一是为了谋一些灵石宝物，二是为了给自己唯一的女儿谋一条出路。男仙面露恍然，看着多宝道人那有些复杂的双目，叹道：道友一心为子女操劳，令人钦佩。我
不钟繇，敬你一杯。少门主谬赞，谬赞。多宝端着酒杯，主动将杯沿放低了一些细节，一点话语，就让这彩瑶的夫君自以为把握了绝对的主动。很快，不钟繇就将此前对李长寿说的话对多宝道人更详细地说了一遍。为了让多宝道人放心，他还特意说得很详细，让多宝道人眼中的光亮越发浓郁。李长寿在暗中观察着这一幕，着实对多宝道人多了几分钦佩。堂堂第一大教的大师兄，为了教育，为了同门一线生机，来演戏哄骗这般没什么真才实学的小天仙，截教仙若是知晓了，怕是要泪目长叹呢。待时机差不多，多宝道人在袖中拿出一只宝囊，低声道：我这里有些积蓄，不知少门主可否为贫道指引一二，或是折算成多少丹药，可给贫道2次去听道的机会。这第1次少门主随意安排，让贫道去见识见识，也好安心一些。少门主莫怪，贫道就这一个女儿。唉，南仙将宝囊推了回去，笑道：如何能让道友破费？少门主莫要如此，咱们如今尚不算相熟，待日后熟络了，贫道自然不会再纠结这些。这般，这里有我炼制的灵丹，总共数百枚，价值也大多相当。多宝道人再次从袖中取出几只大葫芦，又将葫芦口打开。突然间，一只壶口闪出道道金光，仿佛有叮铃仙乐回旋，又有阵阵霞光扑面。8品灵丹！多宝道人面色一变，把葫芦麻溜地塞回了袖中，对着南仙尴尬一笑：拿错了，这是家师所赐，并非贫道炼制。而此刻，不钟繇已经是不太淡定了，双目如电地盯着多宝道人，先是大笑几声，而后立刻拍着胸口应下了此事。当下，不钟繇发出2道玉符，联络了2批搞截教记名弟子贩售之事的高手。或许是多宝道人和李长寿走运，又或许是那一批搞事的截教仙与散修倒霉，不钟繇很快就得到了回信。在他们前行方向稍微偏差个几百万里，半个月后就有一场讲道大会。不过一个座位要收500方灵石，保证来此地的会是截教高人。不钟繇咬咬牙，拿上一些仙宝凑上，临时挤了一个席位出来，将那枚玉符交给了多宝道人。半个月后，云舟紧赶慢赶地抵达了一处大千世界，赶到了一处隐蔽的山谷前。临下云舟时，多宝道人拱拱手，道一声：贫道定有厚报。先生客气。不钟繇露出淡定且从容的笑容，目送多宝道人飞入前方的云雾，又轻轻地舒了一口气。彩瑶有些担忧：夫君，为何总觉得有些不对劲？你懂什么？这种长生无望的炼气师，将自身心血倾注于儿女身上，妄图让儿女做到他们不曾做到之事，为此他们有的连命都可以不要。8品灵丹，他背后的高人绝对不简单。彩瑶有些欲言又止，不钟繇已经是打了个手势，云舟缓缓前行，去这片大千世界天外等候。山谷中云雾弥漫，这种云雾不过是简单迷阵，自是挡不住多宝道人的视线与李长寿的探查。山谷正中位置摆放着那数十张蒲团，此时已经被坐满。蒲团正前方立着一方草炉，草炉中摆着一只蒲团。这也是大有讲究，在洪荒的规矩之中，越是道行高深的仙人讲道，布置就越要简单，借此突出这位仙人高洁雅致的性情。且住！一声轻喝自侧旁传来，有2道高高瘦瘦的道人挡住了前路。多宝道人站住身形，将不钟繇给的玉符呈上，嘴角露出和气的笑意，略微有些拘谨。顺便，多宝道人按与李长寿商量的那般，暗中放出了2只法宝虫，粘在这2个人的脚踝处，丝毫没有引起对方的注意。
有道者扔了一只蒲团过来，定声道：“这是你的蒲团，记得在里面不要出声，听到就听到，也不要问什么问题。”哎，明白。进去吧，你来的晚，记得向后坐。多谢多谢。多宝道人拱拱手，抱着蒲团到了山谷正中，坐在了此地数十名男男女女身后。刚一坐下，多宝道人就对李长寿传声冷哼：“那两人都是我截教仙。”哎呀，大师兄，都走到这一步了，莫要打草惊蛇。多宝道人含笑点头，表面一团和气，心底狂风浪雨。李长寿的纸人悄悄地开展风雨咒，却是一无所获，周遭安静无声。不多时，多宝道人双手揣在袖中，将一只小巧的玉片贴在李长寿的纸人身上。李长寿顿时听到了不知从何处传来的对话声，这应该是有人在传声。先是听到了一段有些焦急的男人嗓音：“师姐，求您这次，本是约好的林良师兄突然有事来不得，那些要听到的散修都聚齐了，咱们总不能让他们散了。”又听一个颇为温柔的女声：“为何不能散了？这有损咱们截教威名不是？你们背后做的那些事，我其实是知道的，不过是答应了马元师兄帮你们几次。此次过后，我也不再欠马元师兄的人情了。”多谢师姐，多谢师姐，这些都好说，都好说。这时辰差不多了。又听一声轻叹，那女生随之再无声响。